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今天啊，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个大热的话题，叫 Figure 02啊，就是那个机器人 OpenAI 投资的。为什么说也呢？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个科普啊、IT 类频道都在讲这个东西，只要和 OpenAI 有关的啊，仅次于特斯拉的马斯克是吧，都是最热的话题啊。那我们在之前实际上是专门讲过一次 Figure 01啊，就是它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机器人的情况。那么这个 Figure 02呢，现在在官网的视频啊已经发布了。毕竟呢是贝索斯都投资的公司是吧？像英伟达、微软都投资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它的 Figure 02是不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机器人啊？当然，这个 Figure 02啊，我们说或者叫形体02吧，好像还没有人给这个机器人是不是这个翻译中文名字吧？我反正中文呢是叫它形体02啊，或者飞鸽02啊，直接音译。这个 Figure 02啊，被称为这个一次彻底的硬件和软件的重新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样子啊，被誉为是性能最强的仿人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呢，它不仅是外形时尚，而且就在南卡的这个斯巴达堡的宝马工厂啊，就这个正在实地测试。干钣金活呢啊，用来收集数据和训练用力啊。在发布这个视频的同时啊，那么 Figure 02啊，就 Figure 公司的控制主管叫 Michael Rose 和硬件主管叫Vadim Chernak 也回答了关于机器人的一些问题。据说呢，这个 Figure 02啊是由数百个这个独特的零件组成的，总的部件总数呢达到几千个，而它的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可更换的这个腿部和电池组。我靠，你说这个可更换的腿部，我就不寒而栗啊！这在机器人说起来啊，那就是换条机械腿。这要在中国呀，那可了不得。在天朝上国，你如果是个年轻人，你不幸死在了山东的青岛啊，或者什么广西、贵州之类的地方，你可能连个全尸都弄不了，你的腿可能会被别人拆掉。这个山西奥瑞啊，所以说这个就不寒而栗了，可以说。但人家这个换腿啊，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啊，方便维护和更换，尽量做到这种标准，是吧？另外，这个 Figure 02呢，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啊，包括它的膝盖后部啊和肘关节呢，采用了这个软性纤维器，所以这种设计啊，它可以控制运动范围，防止机器人呢造成夹伤啊。这为什么要限位啊？大家想想。我这个动作是不是有惯性啊？那么它停的时候，我自己的这套连杆系统它是有一个减速的这么一个能力的，但是机器人啊，它是有相当的这个惯性呢，完全靠后边啊，就是指推的地方来停止。所以用软性的话呢，可以防止关节的损伤，以及呢，保持一个合理的减速度或者加速度曲线，是吧？另外呢，这个机器人的拇指马达，拇指马达也整合在了手里边啊。颈部的这个皮肤，它是一种软质的这个织物啊，就是机器人移动头部的时候呢，也能保证完整的这个整洁。如果我们年老了，皮肤比较松弛，你原来是个大胖子是吧？你突然瘦了，你的脖子皮肤会一绺一绺的，你要一扭头，那完了是吧？那大家能想到的情况。所以机器人呢，包括那个。特斯拉那个 Optimus 也是用那个仿制品，所以它扭头的时候看不出太明显了啊。那么在外观上啊，这个 Figure 02的上半身和肩膀呢是非常窄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这个是为了让机器人的比例啊更加接近人类，以适应各种环境来完成任务。另外，机器人的步态啊也是一种特殊的控制器控制啊。这个确保它步伐的准确性和平衡性，看起来有点呆啊，但是呢还是比较稳的。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机器人的设计啊，就是工业设计啊，我们说它表面还是非常精良的，外观呢比较光滑，还是有一点的科技感，比较酷炫，应该说，这个工业设计在我看起来不亚于 Optimus 啊，而且呢，大多数的这个线路和关节都被整合到这个机器的这个皮肤里边了啊，它覆盖着这种软性的这个材料吧，柔性材料。对了，这个 Figure 这个公司啊，在 B 轮啊就融资了6.75亿元，现在这公司已经估值26亿元，应该是不缺钱的啊，这个不是小数目啊，一个没有任何产品，只出了2代机器人的公司啊。那说到这个 Figure 历史啊，这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啊，从2022年才开始，
但是它发展速度真的是令人震惊啊！2023年3月，他们推出了第一代机型，就是 Figure 01，它当时的目的也是提出要解决全球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仓库、工厂、零售业是吧？替代那些危险的或者枯燥的工作。但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是呢，他们只用了6个月就打造出了第一个全尺寸的这个仿人机器人。他的团队是由40名顶尖专家组成，包括机器人学领域的这个重量级人物就是他 CTO 叫Dr. Jerry Parrott。那 Figure 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制造能够提高生产力，使工作场所更安全的机器人，并且承诺永不将这个机器人军事化、武器化当然这不是全部这个 Figure 呢已经和宝马制造公司呢，就是宝马汽车达成了合作协议，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很快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投入到实际应用。当然现在呢还是测试的。那当然了，更厉害的是呢，这个 Figure 01已经实现了和 OpenAI 的 GPT-4这个模型的深度解释，这是当前应该说最先进的 AI 技术之一。你可以想象当 Figure 02在出现在大家的视野的时候，它现在可能搭载的是40就是O 这个模型也可能是更先进的专门为它定制的，是吧？目前来说呢，官网说就是这个第4那么在 AI 驱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上呢，我说这个 Figure 01不是唯一的埃隆·马斯克说呢，这个未来人形机器人市场可能超过上千亿美元，是吧？他自己呢也在开发自己的机器人，特斯拉 Optimus所以这个会和 Figure 是直接竞争另外呢，这个英伟达也展示了他们的这个项目叫G-Root通过这个苹果的这个头显 Apple Vision Pro 的头显呢，帮助你远程操作训练机器人。还有呢，就是知道老牌子波士顿机器或者故事。那么他们现在呢，波士顿机器这个新的叫Atlas 模型，它采用的是电动关节来降低成本，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从这个真要说地表最强的机器人来说，还是这个Atlas，还是这个波士顿机器，但是太贵了。说到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是吧？还有一个项目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牛津大学的一家初创公司叫Oxford Dynamics 就是这个不是牛津大学叫牛津动态机器是吧？他们研发了一个叫 Strider 这个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专门设计用来探索人类难以或者不易进入的这种高风险环境那么他们现在和英国国防部已经签订了一个100万英镑的合同用来设计开发供应这些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与其让人类去冒险不如让机器人替人类来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现在在中国这个火灾现场消防机器人已经开始用上了。那么这个 Strider 机器人呢，它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它配备了是多关节臂可以进行数据读取样本收集以及回收这个污染物品。它有这个类似于坦克的这个履带来移动，就和那个中国的那个消防机器人差不多，能够适应这种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地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让人穿着防护服在这样的环境下，那是多困难多危险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Strider 它的这个价值了。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个 AI 和机器人正在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环境。所以这个 Figure 和牛津Dynamics 这个项目只是这些众多创新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正在突破我们对机器人的可能性的认知。那目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未来几年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市场变革，而这些呢都将定义我们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科普频道，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